感觉自己像毛平平没人要，他打算把初夜献给暗恋4年的渣男，没想到渣男格外的上道，只一个眼神就乖乖跟艾玛走进了家门。刚一进门，德克斯就已急不可耐，但艾玛却以洗澡为由要去卫生间。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了退缩。等平复好心情之后，他下定决心要奔赴这场爱情。然而，等他准备就绪妩媚地打开门时，德克斯已经提上裤子准备离开了。一时间，两人都有些尴尬，但最终还是都坐到了床上。艾玛说自己不太擅长这个，每次要开始的时候都是情绪激动，非哭即笑。作为情场的浪子，德克斯看出了异样，于是安慰地说：“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只做朋友。” Okay. 尽管这不是艾玛想要的结果，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有些感情总是小心试探，最后却蜷缩起来埋在心底。这晚他们只是相拥而眠，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晚他们还相互做了个友谊约定，以后每年的7月15日都要见上一面，因为这天正好是英国的圣斯威逊节。如果下雨的话，很多事情就不会变。艾玛则坚信异性相吸是本能，日久必然能生情。就这样，两人展开了一段横跨15年的友情。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7月15日，艾玛搬到了伦敦，打算追寻作家的梦想。德克斯则要去印度享受无拘无束的人生。分别前，德克斯嘱托艾玛要经常写信，并且预言他一定能通过写作征服整个伦敦。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年后，艾玛的写作没有任何起色。为了维持日常开销，他只能在一间小餐厅打工，每天游历在中年大叔和油腻厨房之间，有时还会遭受烦人的顾客骚扰。面对枯燥又看不到未来的日子，艾玛只能打电话向德克斯倾诉，可德克斯这边却在及时行乐。他只是让艾玛再忍耐一下就可以涅槃重生，然后就要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正巧这时艾玛因为硬币不足断线了，德克斯就又开始投入享乐了，而艾玛则只能对着空话筒说 I miss you. 与艾玛穷困的生活不同，家境优渥的德克斯在毕业后就到处旅行，并以教英语为借口四处猎艳，完全不需要为生活和工作担忧。转眼间，时间到了1991年的7月15日，也是他们立下约定的第3个年头。如今的德克斯依旧风流成性，即使在艾玛的小餐馆也能立刻聊到陌生人。对此，艾玛感到心痛不已，但碍于朋友的身份，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借着玩笑调侃几句。不仅如此，年仅25岁的德克斯已经成功入职了电视台，而艾玛依旧被困在暗无天日的小餐馆。经过1年的努力，他的作家梦没有任何进展，反倒是升职为了餐厅经理。他抱怨头发上全是奶酪和廉价酒精的味道，德克斯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小心地将他拥入怀中，亲吻他的额头，温柔地鼓励安慰他。他还劝说艾玛应该辞掉服务生的工作，你的才华不应该在餐厅的盘子里，你要重拾对生活的信念。在1992年的7月15日，德克斯送了艾玛一份法国海边度假的大礼。此时他们依旧维持着朋友的关系，于是在路上就约法3章：不能同床，不能调情，不能脱衣服。但这些规定很快就被打破，因为从德克斯帮艾玛涂防晒霜开始，两人的暧昧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相识的每一个瞬间。但两人也都在努力克制着内心的冲动，因为谁都不想破坏这份难得的友谊。可在浪漫的夜晚和酒精的双重催化下，艾玛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对德克斯的迷恋。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了，为你我还做了很多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了很多诗。”但为了不让两人的关系再次变得复杂，他又补充说：“随着越来越了解你，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迷恋你了。”其实艾玛的心意德克斯早就清楚，但他同样明白两人所求完全不同。微醺过后，两人又散步来到了静谧的海边，看着总是一副正经模样的艾玛，玩世不恭的德克斯率先脱光跳进了海里。起初艾玛表现得非常抗拒，但在酒精的熏陶和德克斯的呼唤下，也脱掉衣服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随着两人的嬉闹，太阳也羞怯地躲了起来，水面微微泛着夕阳，好像被羞红了脸。面对已经解放了一丝天性的艾玛，德克斯突然说：“其实我一直都在想着你。”一句话让艾玛的冲动呼之欲出，可紧接着他又说：“问题是我对谁都会有点那样的想法。”听到这话，艾玛瞬间变得黯然，只能用笑容掩饰内心的失落。他看不透德克斯的真实想法，看到的只有水不当样杂乱无章，也不知道是水乱了还是自己的心乱了。艾玛突然将德克斯按进了水里，这才发现是心乱带动了水乱。当晚两人又打破约定，睡在了同一张床上，不过谁都没有逾越那触手可及的距离。
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感情的懦夫。1993年的7月15日，德克斯已经成了一档深夜节目的主持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群性感女郎在舞台上激起年轻人心底的躁动。每当神志不清的时候，他就会给艾玛打一个电话，道一声晚安。可很快他就会因女人的主动投怀送抱挂断电话。或许他是觉得自己太过浑浊，不敢沾染艾玛这张无瑕的白纸；或许越是珍惜，就越是不敢触碰。可之后的1年让德克斯一度变得消沉，因为他至深挚爱的母亲患上了癌症。他原本引以为傲的耀眼金发也不复存在，但相较于病痛带来的折磨，德克斯糜烂的人生更让他难过。因为每当德克斯来看望他时，总是一副醉醺醺的颓废模样，甚至走路都像病人一样气喘吁吁。他希望德克斯不要整日沉溺在酒精中，不要再用滑稽的腔调主持节目，而是找一份真正想干的事业，做一个正直、忠诚、有教养的好男人。同时，父亲也对德克斯非常不满，甚至还严厉地没收了他的汽车，并且警告他，如果以后还是这副鬼样子，就再也不要回来见你母亲了。被父母责骂后的德克斯站在冷风中，带着哭腔给艾玛打电话，想要诉说内心的郁结和苦闷。而此时刚走出房门的艾玛也听到了电话铃响，也知道是德克斯打来的，但她却狠心地选择了不接，因为她决定放下对德克斯的感情，转而接受了伊恩的约会邀请。伊恩是个单口喜剧演员，在餐厅打工时认识了艾玛，但他的喜剧事业并不成功，因此请艾玛吃饭时显得捉襟见肘，最后只能靠不停的说话来掩饰内心的紧张和尴尬。虽然伊恩不帅气也不富裕，但他的真诚和专一给足了艾玛安全感。于是在当晚，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而这晚德克斯一直在给艾玛留言，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1995年德克斯的母亲病逝，而德克斯依然在深夜节目中主持，也依然没有像母亲期盼的那样成为一个体面正直的男人，甚至还在父亲面前跟女同事调情。父亲本不会来德克斯工作的地方，只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不好的消息，所以才想着过来安慰一下。原来报纸上全都在大肆批评德克斯为烂节目之王。其实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份工作中的喧闹、虚伪和无聊，但他却不知道如何改变。即使艾玛建议他别再用滑稽的腔调说话，他还是在登上舞台的瞬间习惯性的恢复成那副夸张的嘴脸。尽管德克斯一直哀求艾玛见面，但艾玛始终没有答应，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成了一名老师，也和伊恩过上了同居的生活。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但也算步入了人生的正轨。只是每当看到节目中的德克斯时，他还是会忍不住的难过，因为他越发不认识屏幕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了。1996年的7月15日，艾玛和伊恩搬入了新家，首付是艾玛出的钱，两人共同还贷。由于这天是艾玛和德克斯约定相见的日子，伊恩虽然有些吃醋，但没有明说。艾玛看出了他内心的别扭，于是提议一起赴约，却被他婉拒了，因为他不想夹在两人中间。晚上，艾玛盛装出现在了德克斯面前，虽然两人都极力地展现着热情，但3年的时间还是让他们多了几分生疏。而且艾玛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也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模样，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和主持节目时一样轻佻。可在见到一直深爱的人后，他还是想坐下来好好叙叙旧。但德克斯不仅频繁离席，像个情场老手一样到处调情，还总在两人交谈间打断他的话。艾玛看出了德克斯的心不在焉，但还是忍着没有爆发，直到德克斯用轻蔑的语气跟他说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他才终于忍不住情绪失控。因为他没有忘记写小说的理想，但是为了生活，他需要当老师的这份工作。他为德克斯的母亲去世而难过，但他不能理解德克斯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他漫不经意的攻击。他本想找德克斯诉说自己的苦恼，跟一个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无趣，结果却发现互相取暖的故事脚本并不适合他。可德克斯却对这一切毫不在意，而这也让艾玛觉得他们的友情再也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必要。尽管德克斯极力解释自己是因为对生活和事业的迷茫才变得如此混蛋，但被伤透心的艾玛却心意已决。他不舍得抱着德克斯说，我非常爱你，我只是不再喜欢你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次不欢而散后，两人4年再没有过任何联系。期间，艾玛喜欢上了游泳，事业上也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感情生活却遭遇了挫折。因为伊恩的工作一直不顺利，结果整天赖在家中浑浑噩噩。随着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伊恩的心里也越来越不平衡。而压垮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艾玛一直藏起来的那本诗集，因为里面写满了他对德克斯的着迷。虽然4年没见，但他的爱意却丝毫未减。其实伊恩对艾玛的爱就像艾玛对德克斯一样，得不到却又放不下。本以为努力和时间能让爱人最终看到自己，可现实却往往不能如人意。
因为爱情这种不讲道理的东西，如果一开始没有，那么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最终，艾玛和伊恩选择了和平分手，而德克斯的风光也落下了帷幕。因为电视台需要20多岁、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来主持节目，此时32岁的德克斯便被无情解雇。他向老板抱怨说：“这和我预想的人生轨迹不太一样。”老板则劝他，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可以试着去找一位真正爱你，并且会爱真正的你的人，去感受一下生活的魅力。于是德克斯运用自己残存的魅力，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富家千金。可这个女孩的家人却全都看不起她，不仅当众取笑她以前的职业，还把她当成小丑一样轮番戏耍。但德克斯并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也不爱这个女孩，只是这个女孩恰巧能给他想要的稳定生活。他和艾玛的再次相见，是在2000年7月15日的高中同学婚礼上。艾玛身着一身蓝色旗袍，知性温婉成熟又有魅力，而德克斯也像换了副模样，说话的语气也不再轻浮，反而带了几分成熟的味道。看着德克斯身边的漂亮女友，艾玛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失落，而看着越发有魅力的艾玛，德克斯的目光也难以从她身上挪开。于是趁着所有人都在狂欢之时，两人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坐下，并说起了几年来的变化和经历。虽然彼此内心都有些惆怅，但两人都故意表现得云淡风轻。之后他们又来到无人的天台，后面霓虹点缀似幻似真，照亮了城市，却照不亮德克斯的内心。当艾玛说出了新书的进展，德克斯也犹豫地拿出了结婚请柬，艾玛则低垂着眼眸，再次说出了那句“我想你了”，但依旧想的是当初的那个德克斯。两人约定以后彼此不再突然消失，他们最后相拥，最后相吻，然后化作了离别的千言万语。1年后，艾玛又重拾了梦想，开始了文学创作。另一边，德克斯的女儿出生了，每天都奔波在生活的列车上，白天要在朋友的餐厅内任劳任怨，晚上还要照顾总是哭闹不停的女儿，因为他的妻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而德克斯自知一直以来都在扬人鼻息，所以不敢有任何抱怨和不满。只可惜即使他任劳任怨，也不能留住妻子的心。原来妻子每天所说的聚餐都是跟情人在酒店私会，而妻子的出轨对象正是德克斯的好朋友。以前的德克斯怎么都不会想到，高中时一直跟在他屁股后头的家伙，多年后不仅在事业上超过了他，还在背地里敲了他的老婆，这让人到中年的德克斯显得一败涂地。2003年7月15日，离婚后的德克斯变得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完全没有了以往的帅气和意气风发。但艾玛却成了法国小有名气的作家，出版的作品备受孩子们的喜爱。两人再次见面时，艾玛留了短发，俨然是一副成功女性的模样。德克斯充满爱意地轻抚了艾玛的发丝，试图拨开阻隔两人15年的那层纱，可艾玛却显得有些不自然，因为她现在交了一位法国男友，对方还是一名爵士音乐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德克斯差点抓狂，因为他这次来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和艾玛确定恋爱关系，可艾玛却觉得他只是因为离婚一时失落，急需寻求一个安慰罢了。虽然嘴上拒绝了德克斯的提议，但艾玛内心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因此找机会走到洗手间后，她立刻对着镜子确认了自己的表情，随后又坐在浴缸上平复躁动的心情。她何尝不想跟德克斯共度余生，可她又害怕这只是德克斯的一时兴起，一如15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整理好情绪的艾玛换上了一件性感的礼服，因为她要带德克斯去听男友的演奏。虽然德克斯极其不情愿，甚至还像个生气的孩子般把桌子上的海报揉成了一团，但最终还是陪着艾玛来到了演出厅的门口。不过他没有答应见艾玛的男友，只是告诉艾玛我明早就走了。看着艾玛像小鸟一样依偎在男友怀中，德克斯只能心灰意冷地转身离开，同时也决定彻底离开艾玛的生活。随后他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哪里是尽头。同样迷茫的还有演出厅的艾玛，她知道如果错过这次和德克斯在一起的机会，以后或许永远都不会再有。于是她丢下演出厅的男友，迫不及待地追上了德克斯，然后气喘吁吁地说：“我以为我放下了你。”在热烈的亲吻过后，艾玛又警告德克斯：“如果你以后再鬼混，再欺骗我，再让我失望，我发誓一定会亲手杀了你。”在德克斯的连连保证后，两人在塞纳河畔紧紧相拥，而这一段横跨了15年的虚假友情，也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爱情。时间跨越长河，来到了2004年7月15日，艾玛再次留起了长发，也变得更加自信和迷人。德克斯也褪去锋芒，不再随性无知。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承担责任，也拥有了全力爱一个人的勇气。结婚后的他们每天都沐浴在满是爱意的暖光中，像是要弥补过去15年的遗憾。他们的感情犹如桌面上的花束，永远那么热烈，永远不会凋零。虽然艾玛很喜欢德克斯的女儿，
也一直把他视为己出的疼爱。但艾玛更想跟心爱的男人生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可年近40的两人努力了1年都没能成功，艾玛也因此变得愈发烦躁。而每当这时，德克斯总会耐心安慰。恰巧这天正好是7月15日，虽然这个日子不再是他们的固定见面日，但对他们来说仍然意义非凡。于是德克斯提议，下班后两人一起吃饭、约会、看电影。艾玛听后也终于平静了下来。不过那一整天，她始终心神不宁。本想坐在电脑前继续写作，可直到太阳升起又落下，她都没能写出一个字。随后，她又来到泳池释放情绪。结束后，心情终于好一些的她，立刻给正在上班的德克斯电话留了言，并为早上的乱发脾气道了歉。由于游泳过程中忘记了时间，艾玛不得不快速骑车赶去约会。可当她带着急切又幸福的心情穿过街道越过小巷的时候，一辆突然出现的大卡车直直撞向了她，她的脚踏车瞬间被碾在了车轮下，而她则躺在地上再也无法复原。此时已经在餐厅等待的德克斯还面带微笑地听着艾玛的留言，还沉浸在艾玛对他深深的爱意当中。德克斯的内心炽热无比，他还不知道此时窗外的雨水将会是往后余生落下的眼泪，一场永远无法放晴的小雨在德克斯的内心浸染了所有。失去艾玛后，德克斯的生活再次坍塌。之后的一整年，他都在酒精的麻痹中度日。每当看到长得像艾玛的女人时，他也总会不管不顾地上去搭讪，也因此时常被揍得鼻青脸肿。前妻不忍心看他继续自暴自弃下去，于是把他送回了老家。自从母亲去世后，德克斯几乎很少回来，跟父亲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生疏。但面对颓废不堪的德克斯，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严厉批评，而是平静地告诉他，你应该像艾玛还在你身边一样好好生活，因为我在你母亲去世后这10年就是这么一天天挺过来的。听完父亲的话，德克斯突然心头一颤，随后看向了他从未关心过的父亲。原来父亲的内心深处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2年后，德克斯开了一家鲜果榨汁店，他的生活看起来已经重新步入了正轨。7月15日当天，伊莲来到店里，如今他已经放弃了喜剧事业，转行卖起了保险，也结了婚，有了2个可爱的孩子。伊莲说，我曾经非常痛恨你，因为我觉得你配不上艾玛，但后来我才明白，只有你才能让她真正的开心，而你也在她的感染下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你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伊莲走后，德克斯又陷入了回忆。1988年7月15日的凌晨，他和艾玛相拥而眠后，又在次日的晨光中一同醒来。在重新做完自我介绍后，两人又一起爬到山顶，欣赏了绝美的风景。期间，德克斯暧昧地轻抚着艾玛的脖子，邀请她继续完成昨晚未完的事情。没有酒精，没有冲动，没有黑夜作为掩护，羞红了脸的艾玛全力奔下山坡，德克斯也快速追了上去。随后两人拥吻在宽广的街道。但当他们来到德克斯公寓门口时，正好碰到了前来探望的德克斯父母。两人就这样再一次错失了机会。母亲看出了两人关系的不普通，于是邀请艾玛一起吃早餐。可艾玛却在婉拒后直接转身离开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没资格跟德克斯的父母一起用餐。艾玛本以为这次的分别就是永别，没想到德克斯却追了上来，并主动要了她的电话号码。而为了以防万一，艾玛不仅写下了自己的号码和住址，还写下了父母的联系方式以及地址。随后两人在热烈的亲吻中道别，而德克斯则目送着艾玛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了华灯初上的街头，两人的感情也得以继续延续。2011年7月15日，艾玛去世6年，德克斯带着女儿爬上了那座他曾经和艾玛一起爬过的小山坡，并再次向女儿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女儿问他是不是很想艾玛，他说当然了，因为艾玛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天是由罗勒·沙菲执导，安妮·海瑟薇和吉姆·斯特吉斯领衔主演，上映于2011年的爱情类电影。本片根据英国作家大卫·尼克尔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艾玛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声名大噪的作家，以知己之名赋予大学同窗德克斯唯一的真情。直到15年后，他才如愿与德克斯结成伴侣。可惜就在此时，他的生命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德克斯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失婚失业的落寞中年，以一己之力浪费掉一手好牌，把青春糜烂在了纸醉金迷里，不仅错过了至亲，还消磨着挚爱。直到蹉跎了15年后，才转角想起艾玛，才发觉这是值得相伴一生的人。然而此时却有些为时已晚。有人说，痛苦的不是错过你，而是错过你重视你，拥有你之后被剥夺你。论语里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远比人想象的要残酷，命运远远超过人的预估。可有时候人就是无知且固执，非要等到失去后才学会用心去珍惜。但这也让艾玛的爱显得更加可贵，因为她不仅一直坚守着心底的爱情，
还自始至终都不曾在感情里迷失自我。他虽然无法控制对德克斯的爱，但绝对不会为了对方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所以他才会说我爱你，我只是不再喜欢你了。因为他明白，爱并不是谁为谁牺牲，谁为谁做什么，一旦爱变成这样，这就不是爱。而一个真正值得去爱的人，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会为爱变得盲目，都会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我们都渴望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就此成就一段佳话良缘，但很多人却在不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让原本内心向往的浪漫爱情总是与争吵、嫉妒还有怀疑交织在一起。有的人或许很幸运，与相爱的人在各自轨道上成长后，最终成为了彼此最适合的那个人，而有的人就只能遗憾地错过一生。但这也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不能预知，也无法猜测，不符合期盼却又时而掉落惊喜。既然我们都不能操控未来，不如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或许期间还会走很多弯路，但谁又能否认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